好，我们接着来讲网格交易机器人持币和持 U 怎么去开单。这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6期，我们会加入演示的环节。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网格的话，你可以参考我视频下方的链接，选择你喜欢的交易所去注册入金使用就可以了。不过最近没什么行情，你开了网格可能也不赚钱啊，但你可以体验一下，了解一下，跟上我们的节奏。这里以派网为例，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它要怎么去安装，其实就是去官网或者通过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去下载就可以了。一般来说，苹果的应用商店、港区都可以下载到。然后 TestFlight 是一个测试的版本，它的更新会更快。我也建议大家去使用 TestFlight， 因为很多时候小伙伴可能用的是美区的账号，而美区那边呢是 US 版本，有些交易所是没有在美区上架的，所以你可能下载不到。使用 TestFlight 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使用它。那至于安卓的小伙伴，你直接下载安装包就可以了。如果未来有什么调整的话，也会在电报群里跟大家同步。我们开始讲重点，持币要如何开网格。首先第一点，你需要搞清楚我们开网格是拿什么去开单，这就得从交易对讲起。左边这个是 BTC-USDT， 右边这个是 ETH-BTC。拿什么开单？非常简单，就是拿这个交易对后面的这个东西去开单。那我们再搞清楚一点，我们开网格赚的是什么？这个交易对非常常见，它其实就是通过比特币不断的上涨卖出，然后换得更多的 USDT。 所以开网格价格往上涨的时候，你手里的币会越来越少，相当于它就是在帮你不断的止盈。而以太坊除以比特币，其实就是这个比值的上升，手里的以太坊在不断的换成比特币。这个比值的上升，要么是以太坊的价格涨幅大于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的跌幅小于比特币。所以这两种呢，一个叫金本位，一个叫币本位，你不知道也没关系，你只要知道这句话，就是投什么赚什么，这就足够了。那有小伙伴经常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只有币，我没有 U， 怎么样才能去开网格啊？非常简单，就是去买 U 充 U 然后开。那说我不想买怎么办？那你就把币换成 U 然后再去开单。只有这种方法，当你想要使用什么什么-USDT 这样的交易对的时候，你至少得有 U 才可以去开单。那聪明的小伙伴可能会说，我能不能使用上一期视频最后那个彩蛋里面提到的，我在当前的价格上方，比如说当前的价格是1500，我去开一个1501到2000的区间，那它其实就是出了下区间了，我只要挂币就可以了，这样行不行？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你需要留一点点的 U 作为手续费的，这个叫做预留的手续费。这些 U 不用很多，要根据你投入的资金来。那这种方式是可以的，但跟你想要在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在当前的价格上下去挂这种买单和卖单还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假设你现在手里已经有币和有 U 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开启一个叫做两币都投的模式。那在这种模式下，只要满足规则就可以开单。给大家做一个演示，这是我的一个账户，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有的 U 是625 U， 然后有一些 ODI 44个。那我们去开一个 ODI 的网格交易，然后在这里面去选择网格交易机器人，我一般都是手动的去设置。那当前这边的价格是3块2，那我去设置一个1到10的区间。这边的网格数量，假设我们去填150格，那么我选择的是等比的利润率，所以显示是 1.47%， 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去查看它。默认情况下，我直接投 U 就可以去开单了，但是我现在演示的是两币都投，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投资金额模式，我把它开启。开启之后我们回来，这边你会发现单个买卖量需要投大于等于2个 ODI。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假设去设置2的话，你会发现它告诉我余额不足。有人说，你不是有600 U 吗？实际你可以看到它在下面显示需要的资金是152个 ODI 和284个 USDT。 我的 USDT 是满足了，但是我的 ODI 的数量是没有满足，所以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把这边的网格去调一下，比如说调成50，点击这边的 Max， 它计算出来我可用的资金每一格只能放 0.45 个币，还是没有达到这边的2。那像这种情况啊，说明什么？说明我手里的 ODI 数量太少了，而我设置的区间是1到10，当前的价格是在3块2，它离上方有一段距离，而我手里的币又很少，所以就开不了这个单子。那我只能去调整这个区间，或者我再去买一些 ODI 过来。那经过一系列的操作，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是可以开这个单子了。那这边的这一行需要资金，你会发现首先我手里的 ODI 都用上了，但是对应的 USDT 其实也没有投多少钱，
才投了13块钱。那这边的需要资金是根据我网格的参数自动计算出来的，所以这只是一个示例来告诉你，如果你开两币都投的话，你需要满足它这边需要资金的这个条件。而如果你对网格区间没有概念的话，开这个单子可能还挺费劲的，因为你要不断的去调整。那有一些平台的两币都投是可以一键下单的，你只用管最终投入的金额满足要求就可以了，它会自动的帮你把币卖出或者是买入一些币来符合它的要求。那这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为什么我手里的币没了？可能就是在开单的时候被处理掉了。那既然讲到这里，我们把上一期视频的彩蛋来说一下。我现在手里有一点点的 ODI 是 3.85 个，我希望它能在10块钱到15块钱之间去不断的出货。假设我们这边格子的数量填成11格，然后点击 Max， 你会发现它能几乎把我手里所有的 ODI 都用上，然后另外需要6个 USDT。这6个 USDT 是什么呢？我们去点击创建机器人，然后去开启这个单子，你会发现它告诉你现在已经处于价格的下限，机器人已经暂停套利了。我们点击这边的订单详情，点开看一下，这里你就会看到预留的 USDT 的数量是6个，这是为了网格稳定，它会预留这样一部分的 USDT， 因为我们交易是有手续费的，所以它会预留出来。然后平均的持仓价格 3.197 其实就是当前的价格。虽然我们开单的时候没有从市场上买币，但是呢，我们总归要统计自己的盈亏的，所以它会以当前的市价来作为一个赚了还是亏了的一个依据。那这个就是上一期视频里面提到的那个小的彩蛋，一般也不会去用到它，仅供你参考啊。那我们想象一下，什么情况下我会需要开启两币都投？那其实就是手里长期持有某一种币，我希望创造更多的收入。所谓的收入其实就是这两个币在交换的过程中会产生利润，低买高卖，不断的套利。5块钱开的单子涨涨跌跌又回到了5块钱，那这个时候手里持币的量是基本上不变的，唯一变化的就是网格帮你去进行了套利，那么你的利润就会变多。所以我们开网格其实就是在提供流动性，震荡赚价差，出了上区间出货，出了下区间接货。一般来说，网格交易的机器人更适合长期的去获取利润，而如果你想短期的获得更高的收益的话，可以考虑土狗一些新的项目，会有100倍的可能。不过这里呢，我们可以使用网格交易的特点去分批的买入卖出，也可以在土狗上面去赚到不错的收益。这一点后面的视频会讲到，特别是一些热门币种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网格机器人来降低风险，获取收益。那我们来到今天视频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有人会问，反向网格开单的时候，我只要有币就可以了。我们来到创建机器人的页面，往下翻，这边有一个反向网格。那在这里呢，我们把下面的两币都投先关掉，你会发现我只要设置好区间，比如说1到10，设置好网格的数量，然后拖动进度条，我就可以去开单了，不需要 U 也能开单，也就是这边的这个反向网格。是的，首先我先回答你，就是反向网格开单是要用币的，但其实呢，它跟正向网格是一回事。我们之前做过视频，你可以去看一下那期视频，我也会把它放在视频的下方，理解一下什么是反向网格。反向网格在开单的时候，会根据你填入的参数，把一部分的币换成 U。你以为没有投 U， 其实它是需要 U 来挂单的。而正向网格，也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网格也是一样的，你以为你投的是 U， 其实有一部分会去买了币，然后去挂单。所以这个很好理解。那反向网格有一个不同，就是它统计盈亏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平时的网格投什么赚什么，那反向网格也一样，投的是比特币，投的是以太坊，那么赚的就是比特币或者以太坊，但是它靠的是比特币价格下跌，它在不断的帮你买入，使得比特币的数量变多，而比特币的价格是在下跌的啊。那如果你对反向网格感兴趣，看一下那期视频，然后呢，不要抱太大的幻想，因为它只是统计盈亏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统计 U 的损益，一个是统计币的损益。我们下一期视频会讲到提高胜率的方法，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